到我们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 One Minute US Law。我叫陈文，现在在德州奥斯汀从事移民法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谈一谈美国总统所签发的旅游禁令。最近有的朋友问我呢，是不是这个针对中国的总统禁令已经失效了因为有很多的国内的学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学生签证申请的这么一个程序为了今年8月或者9月份可以来到美国上学。特朗普总统在去年年初所签发的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呢，是还没有失效的。那么这个变化呢，就是国务院它在上个月月末的时候宣布，从中国来美国上学的学生 F 或者 M 签证的申请人或者访问学者，目前可以通过 National Interest Exception NIE 的这么一个特例的一个条款，可以去到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那么签证官呢，也是会根据 NIE 这么一个条款，会把签证发放给 F、M 或者 J 签证的申请人。那如果你对美国总统禁令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呢当你在阅读它这个全文的时候，它对于中国旅行者的限制呢，只是说在你入境美国这一天之前的14天，如果你在中国停留，那么你是不允许入境美国的。那其实和领事馆是否发放签证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领事官员呢，他对于这个总统禁令的解读是有一定的偏差的，其实它并没有直接的限制签证的发放。那么现在我们有了 NIE， 那么你去大使馆签证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我就想给大家聊一聊申请签证的几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你需要证明你没有移民倾向，也就是说你这一次来美国单单的就是为了学习为了完成你的这个学业。那如果您是访问学者呢，那您就这一次来美国呢，就是单单为着完成您的研究任务来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学期结束或者在这个研究项目结束的时候呢，您是打算回国的。那么证明您没有移民倾向呢，您需要告诉移民官您的家人朋友都在国内您和中国有一个非常强的联系，或者说如果您在国内有资产有存款，或者说你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生活在中国，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强的和你祖国之间的联系。那有的同学问，这个疫苗是不是申请签证需要的文件之一那其实这个不是的。这个疫苗呢我听说许多的美国大学都要求打了疫苗才可以回来上学。那其实这个是学校的一个要求，它并不是你申请签证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在入学之前，可能你要向学校提交你打疫苗的相关的证明文件。那也有的同学问，这个新冠病毒测试阴性结果是不是一个申请签证所需要的材料？那其实这个也是不需要的，这个只是美国的这个疫情防控中心CDC 它对于美国的航空公司和旅行的这个人员他提出的一个要求呢，就是说你在这个登机比如说3天以内你需要有提交一个阴性的新冠测试的结果。那还有的同学问，我现在准备好要申请签证了，但是我的护照过期了，那应该怎么办？那我的回答就是您需要先更新您的护照，更新好了护照以后再去美国领事馆申请学生签证。申请护照呢，其实就是要 follow 国内的这么一个政策。那我知道国内目前的政策呢是非紧急非必要不旅行我想这个到美国上学应该是一个比较必要的这么一个出行的目的。那就是说您需要说明您的这个出行的目的那这个签发中国护照的这个机构呢，应该就会帮您办理。那我最后再和大家简单谈一下关于签证的很多的一般概念这个也是在我工作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客人就过来问我比如说我现在在美国我的学生签证要过期了，我该怎么办？那其实您在美国呢护照的有效期和您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
你在美国上学和你控制你身份的有效性的文件叫做 I-20，那就 I-20。那这个 I-20 呢是学校发给你的，只要你的 I-20 是有效的呢，就算你的学生签证过期了也是没有关系的。那我常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比如说你去看一个球赛那你有门票，你这个门票是有效的，你就进去就可以了。你进去了以后呢，不会有人再去查你的门票，因为你已经进去了。那这个同理，就说你来到美国以后你进入美国是使用签证，那这个签证就像你的门票。进入了美国以后呢，你的身份就换成 I-20，就以 I-20 为准。那和签证还有比较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呢，叫做 automatic revalidation。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持有 F-M 或者 J 签证或者其他，比如说 H-1B 的非移民签证的持有人呢，你可以短暂的去墨西哥和加拿大停留30天，然后30天以内回来。就算你的这个非移民签证，比如说你的学生签证过期了，但是你的 I-20 还是有效的。那这个你到边境的时候呢，这个移民官他是需要允许你入境的，也就是说你的身份是 automatic revalidated，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有效的 I-20， 但是你的签证是过期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不需要去办理一个新的学生签证或者工作签证，你就可以入境美国。关于这个美国国务院签发的这个 NI-1 的这么一个例外，我想后续还是会有新的发展那请你根据屏幕下方的这么一个邮件你可以与我联系，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继续订阅完美的 US Law， 关注后续的动态。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